心绽放，给生命新的能量。走在未来道路上，追逐你的梦想，每天为你欢呼，祝福着你的信念，每个失望都能够转换成希望。就算挑战也得坚持，守护善良的力量。就算无助也要相信，心有一道曙光。我愿意陪你守护这一份善良，诚恳的目光不会被遗忘。我愿意陪你守护这一份希望，创造美好的世界，给未来一扇窗。No pulse, no breathing. 我去找人帮忙。1, 2, and 3, and 4, and 5. 1, 2, and 3, and 4, and 10. 1, 2, and 3, and 4, and 50. 1, 2, and 3, and 4, and 20. 5, 2, and 3, and 4, and 10. 5, 2, and 3, and 4, and 50. 5, 2, and 3, and 4, and 20. 5, 2, and 3, and 4, and 25. 5, 2, and 3, and 4, and 30. Pulse and breathing present. We're in recovery position. Excuse me. Charlie's here. Transportation. AED pad. 把病人移到居近的病房，让病情稳定。梁仁聪，你的各项指数都很正常，很好。我们现在开始帮你抽血。化疗之后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我觉得很累，晚上也睡不好。我明白化疗的过程相当的辛苦，对生理和心理都造成负担。我建议你白天的时候不妨多做一点运动，可以帮助睡眠。饮食方面记得多吃一点有营养的食物。可是我没胃口，嘴巴又长了口疮，根本吃不下。好，让我看看。你擦嘴巴，来，再大一点。是有口疮，我建议使用不含酒精的漱口剂来漱口，可以减轻疼痛。好的。平时多吃一点水果和蔬菜，可以预防便秘。如果要补充营养，可以喝些营养牛奶粉。Madam 冲，我来看你了。若君四叶，你们好。Madam 冲，今天觉得如何？还好。Hello Max， 你好吗 ？Madam 冲 ，Max 之前做的测试证实他有轻微的自闭症。我已经帮 Max 找到一所特殊学校，下个星期就可以开始上课。可是我怕他会不适应。别担心，学校的老师在教导自闭症孩子很有经验，而且我也会陪你跟 Max 一起去学校，我们一起帮 Max 慢慢适应。是啊 ，Madam 冲，你要对 Max 有信心，他一定可以跨出第一步的。你的治疗才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定要加油。Max 也希望你早日康复的。轮椅有问题，你们使用之前没有检查清楚。病人坐上轮椅之后，我们才发现前轮有问题，推起来有点吃力，让病人感觉不舒服。我以后会多加小心的。Mr. Charlie 开轮椅的时候，你在讲电话。是的，我家里有事，所以接听电话。我没想到病人会站起来自己走开。无论如何，这都是我的疏忽。你不应该在移送病人的过程中使用电话，让自己分心。不过，谁会想到病人会突然心脏病发，
还好他及时得到抢救，现在在 CCU， 情况稳定。你的表现向来都很好，做事谨慎有条理，凡事以病人为先，是不该有这样的疏忽的。你是不是家里有事？我儿子生病了，他打电话来说自己一个人在家。我们是护士，也是母亲，很多时候是不可能两边都兼顾的。这样吧，你先放几天假，照顾好家里的事。我会跟 Dr. Lim 和其他 sister 跟进 Mr. Chia 的 case 的。谢谢你 ，Miss Tang。你们都知道了。我当了那么多年的护士，我从来没有疏忽过。如果这次病人发生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你不能因为一次的疏忽而抹掉自己多年的努力。工作上出了问题，家里也一团糟。这2天儿子病了，一直闹脾气。老公觉得在家里照顾他很烦，所以趁他吃药睡觉的时候，偷偷跑出去喝酒。儿子醒来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家，非常害怕，哭着打电话找我。也难怪你不放心，接了家里打来的电话。我觉得好累，要上班工作，回到家里要照顾孩子、做家务，他却爱理不理的，我快透不过气了。我相信你老公也承受不少压力，你们不妨试一试，心平气和坐下来好好谈谈。不如你申请无薪假期，或者转换成灵活工作时间，让自己有喘气的空间。他让我暂时放假，处理好家里的事情。他没责怪你吧？他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没有责备我，但是他这样反而让我更自责。既然 Miss Tang 也体谅你，你就不要一直责怪自己。总之，以后需要什么帮助，不管是看孩子、做家务，还是找人聊天发牢骚，尽管找我。谢谢你。客气什么？我们可是 Nurse Family。人生就是一道又一道的考验，只要不放弃，有知心朋友陪着你，什么难关都可以度过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吗？是。小柔、萍萍Sister Sarah， 你怎么回来了？是 Snow 暂时放假，我来 cover 他。哦，Mr. Chia 的事你听说了吧？听说了。小柔，我听现场的护士说，是你第一时间为病人做 CPR， 而且反应很快，表现很镇定。你们说我镇定，其实我紧张的要命。看到病人突然 collapse， 紧张是很自然的。可是你保持镇定，进行了正确的急救步骤，你做得很好啊。从这件事看得出来，你已经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加油哦。谢谢 Sister Sarah， 我会努力的。你也是啊。OK。干嘛？严凯，快看 Dream 的 channel， 他在 live 澄清他跟那女人的关系。好，我去看。视频的女人的确不是我姐姐，她是我亲生母亲。妈妈是在不自愿的情况下生下了我。
他那时候才16岁，完全没有能力抚养我，就这样把我交给了养父跟养母。结果在我5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也是这样，我跟了养父一起生活，过着被冷落的日子。如果不是妈妈回来找我的话，我想我这一辈子也不会感受到什么是亲人的爱，家的温暖。是妈妈改变了我，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 Dream。我不介意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但我不能容许别人伤害我妈妈。我会尽一切努力来保护我最爱的妈妈。美人烫，美人烫。小柔，来，坐。美人烫，你还好吗？不要一直叫我 Madam Dam， 感觉很生疏。好吧，那我就叫你安迪妙音。嗨，小柔。Dream 啊，你来找我是为了刚才的直播吧？你为什么要公开跟安迪妙音的关系啊？我不想再让个男人利用我的身世来威胁我妈。就是那个每次跟安迪妙音拿钱的昂哥，难道他就是你的父亲？有这样的爸爸，我真的很无奈。但这不是我的错啊！我不想再躲躲藏藏了。可是安迪妙音，你别担心我，阿胜鼓励我要勇敢。不要再害怕。其实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道歉。我一直都有写工作日记的习惯。那个爆料视频的记者，他其实是我的朋友。我没有想到他会偷看我的日记，才制作那个视频的。真的很抱歉，对不起啊。我早就猜到了，因为视频里面提到的姐弟关系。我只对你一个人说过。你放心，我和阿胜相信，你不是故意伤害我们的。都是我不小心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君也不会因为那个视频而受影响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至少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出门，光明正大的叫她一声妈。你不用送我啦，我自己下去就可以了。万一被拍到就不好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对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已经跟经纪公司商量过了，我会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带我妈妈出国散散心，等她的心情调试好了后再回来。啊，要是你以后都不唱歌了，那我不是没有机会听到你的歌声啦？你喜欢听我唱歌？那如果你喜欢的话，我愿意只唱给你一个人听。希望我回来以后，我们可以见个面，然后我们的关系可以不只是朋友，而是好朋友。你应该不嫌弃我吧？不嫌弃，我高兴的来不及耶。哦，好朋友。好朋友。看什么啊？看到这么开心？你们在笑什么啊？我要看。子燕，You very naughty 哈，都不跟我们说。跟你们说什么 ？Don't pretend 啦，其实你跟 Sunny very match。对呀，对呀。啊？没想到你的保密功夫做得这么好，
我早就觉得你们有暧昧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还在装？那这是什么？怎么会有这个？平时看你和 Sunny 很像冤家似的，原来已经偷偷在一起啦。不是这样子，事情不是这样子的。跟我一起吃饭了。男主角来了，我们还是不要 disturb 他们了。走走走 ，Let's go， 拜拜拜拜。你给我出来一下。你为什么要把照片发给佩英他们？哦，你是说我们亲近的照片啊？我没发啊。你没发，他们怎么会有？我怎么知道啊？问题是只有你有那张照片啊！不要生这么大的气，就算让他们看到也没关系嘛。反正我们两个 single and available， 让他们误会我们谈恋爱，没事嘛。问题是我们没有在谈恋爱啊。如果你要趁机弄假成真的话，我无所谓的。现在跟我表白吧。我跟你表白？又没有人规定说女生不能表白吗？你慢慢等吧，你。好，我等你哦。我回来了。Sunny Boy 来喝绿豆汤，阿姨煮的。哦，回来的正好啊！最近天气很热，喝点绿豆汤可以降降火。是应该降火了，但是那个人不是我。那是谁呀？那个金世燕呢？你是不是跟人家在一起？不是啊，为什么这么问啊？还说没有，平平都跟我说了，你们两个接吻有照片为证。原来病房的护士都知道了，难怪他会这么生气。你亲了人家，还说没有在一起啊？阿boy，做男人不可以这样不负责任的哦。不是你想的这样啦。他们只是参加了崇高公司举办的慈善接吻活动，哈。你怎么知道？那家公司把你们的照片放上网，你们的照片还被投选为10大最佳的照片。医院的同事看到了，就一传十，十传百，所以大家都看到了。Sorry。原来是这样啊！那个金世燕还以为是我传的，还骂了我一顿。人家女孩子脸皮薄嘛，当然会生气啊。我怎么知道那个公司会这么做啊？我们那个吻呢是为慈善而做的啊，更何况我……更何况什么？总之那个吻呢，是我们两个都心甘情愿的。阿boy，你是不是喜欢思燕？如果喜欢人家，就主动一点。我跟他说过了，他却说什么比较喜欢的那个就先主动啊。本来就是嘛。boy啊，思燕是个好女孩，你要把握机会，要不然等她被人家追走了，你后悔就来不及了。她应该很难找到一个比我更完美的人了。死不要脸，等到时没人要你就知道。Impossible。Dr. Lau，我的检验报告结果怎么样？你体内的癌细胞并没有复发，没有我们之前担心的乳癌骨转移的情况。真的？可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的背痛是什么原因？根据检验的结果，造成疼痛的原因是未分化型脊椎关节炎。我会开些止痛消炎的药给你，平时做些适当的运动也会有帮助的。记得要继续服药，定期回来检查。虽然身体没事，但是也不可大意。知道了，谢谢你，Dr. Lau。Sister Wang， 哎，来找 Dr. Lau 啊？是啊。检查结果怎么样？癌症没有复发转移。啊，太好了！有时候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一点病痛没有，就担心是癌细胞复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有的癌症康复者的通病？预防胜于治疗，谨慎一点也是好的。是啊。啊，对了，前几天我收到安安寄来的卡片和信了。我也收到了，他说在外婆家过得很好，叫我不用担心。
你有没有注意到，除了报平安之外，他信里的每一句话都在说他有多想念我们，希望我们过得好。他有多想念这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现在没事了，有没有想过把他接回来？这次没事，不代表将来不会复发。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的很奇妙，就算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也能建立很深厚的感情。这种缘分值得珍惜哦。没事的啊 ，That's true。发生什么事情 ？Sister Judy 被人从早上开始出现发高烧的情况，现在体温多少？39度。Mr. 轩，我帮你检查一下伤口。很痛。有出血的情形。好像是 wound infection 呢。Mr. 轩，还有哪里不舒服吗？我肚子痛。是这里吗？腹部有硬块，可能是 hematoma。Nurse Chu， 马上去通知 Dr. Wong。是的。喂，干嘛那么沮丧？自从 Dream 出来澄清之后，我就变成过街老鼠，被网友骂到乱。谁叫你没有搞清楚真相，乱说话？现在自作自受了吧？我怎么知道 Dream 的身世是那样？那个女人竟然是他的亲生母亲。现在他的粉丝对我人肉搜索，每天在我的社交户口留言攻击。有没有想过这个视频向 Dream 道歉？我哪敢？等一下大家又说我想博同情，想赚点几率，我可不想再成为焦点了。那你有什么打算？暂时还没想到，现在只想先让小柔不要不理我。你跟小柔吵架了？她在生我的气。她为什么会生你的气？因为我知道小柔照顾过 Dream 的母亲，想知道多点关于他们的事。所以就偷偷看了他的工作日记。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我当时一心只是想找到任何关于Dream的线索，我没有想那么多。如果是我，我也不会原谅你的。你怎么也这样？我已经够惨了。Hello, Daddy。哦，我在医院的餐厅。手术室。哦，好，我马上过来。哎，怎么了？我改天再告诉你。Daddy， 发生什么事？妈咪为什么突然需要动手术？Daddy， 你快点告诉我啊！其实你妈咪之前动的是卵巢癌手术，现在伤口感染还有血肿，所以需要再次动手术。妈咪得了卵巢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这是你妈咪的意思，她不想你太担惊。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可以瞒着我？万一妈咪发生……如果你有关心你妈咪的话，你就会发现她入院根本不是做小手术。亏你还曾经是一名护士，连她的病情你也没有注意到，你现在还来怪我们没有告诉你？你一天到晚在忙着你的网络频道，说什么要挖掘真相、主持正义，其实那只是你的虚荣心在作祟。你要的只不过是点击率、名成利就。如果你的网络频道不是快关闭了，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醒。你还不承认？你整天忙着工作，根本没有察觉到你忽略了身边的人。你大嫂的手术成功，你们一家一定很开心。我也相信袁凯经过这件事，以后会更懂事的。希望他能早点珍惜身边的人，不要等到失去以后才来后悔。生命可以很坚强，也可以很脆弱。
没有人能告诉你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要活在当下，珍惜眼前。The butterfly counts not months, but moments, and has time enough. 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只要把握住每个重要的时刻，那也就够了。我觉得现在就是那个重要的时刻。上一次在射箭场，我已经准备好要向你表白，可是时机不对。我不想再等了，我不想再错过你。下雨天，我喜欢你，你愿意接受我吗？不过有件事，我需要告诉你。我妈妈死于乳癌，我外婆是因为卵巢癌去世的。我患上妇科癌症的几率比一般女性高出3倍。你问问你自己，有没有勇气再次看到心爱的人病倒，再次失去他？你想好了，再回答我。Mr. Lee， 以空腹的情况来看，你的血糖指数偏高。你是说我有糖尿病？不可能的，我听人家说，尿引来蚂蚁的人才有糖尿病的，我都没有。这其实不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方式。你跟我说你最近尿量增加，容易肚子饿、口渴，这些其实都是糖尿病的症状，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去看一下医生，让他检查一下比较好。等一下呢，我会把这份记录给你，你拿给医生看就可以了。好的。不过安格丽，你也不用太担心的。糖尿病是可以通过适当的饮食、运动跟药物来控制，所以你只要不要再拖，快点去看医生就可以了。OK， 谢谢米西。拜拜。安格丹。哎，米西。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要不要休息一下？不用了，没事的。你脸色看起来不好，有没有看医生？有，我前2天已经看过了，家里还有药，吃完药应该就没事了。反正你都已经在这里了，我帮你检查一下好不好？好吧。来。其实你生病应该在家里休息啊，干嘛跑出来？一个人很闷啊，在家。坐吧。好的，谢谢。Mr. Low， 他应该睡着了。我告诉你啊，我以前就是这样进来的。Mr. 风还是老样子，喜欢到处找病人聊天。来，回病房休息。是啊。来，慢慢来。哇 ，Nestle 啊，好久没有看到你了哦。这位 Nurse 好像也见过。见过。
Mr. Fong， 你可以叫我 Nurse Chiu。Nurse Chiu， 你好。Mr. Fong， 纸巾。Mr. Fong 是因为感冒引起支气管炎。是咯，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咳了。我拿杯水给你。来，慢慢呼吸。哎，很喘啊。慢慢来，慢慢来。来，Mr. Fong， 喝水。谢谢你，慢慢喝。谢谢。谢谢你。婷婷 ，Mr. Fong 的资料。丽姐，这个 Mr. Fong 还真的坐不住，生病了还到处走。我记得第一次和洛君吃饭的时候，就遇上他不见了，还害到英杰到处找。他还是这样啊。Mr. Fong 又入院了，这次是什么原因？感冒引发的支气管炎。9号、14号、16号的病人，好像也是因为感冒引发呼吸道疾病。他们好像都是2天前被送入院的。会不会是流感多发期啊？很有可能。那我们需要多注意一下这些病人的情况了，知道吗？嗯。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下次再见了，好，拜拜，拜拜。金贤，那个安迪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一起回去医院。没，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安哥峰昨天进了医院，他支气管炎又发作了。他说他明天不能够来西西当义工，叫我路过的时候进来交代一下。你今天不用工作吗？我喉咙不舒服，又咳嗽，所以去看医生。拿病假在这里休息。最近很多人感冒，要补充维他命 C 啊。应该是被我妈传染的了。Madam 超也生病了，也不知道是安哥峰传给他，还是他传给安哥峰的。他刚才还呕吐发热，我劝他去医院做检查，他就是不肯。不如我们去看看吧。好吧。不好意思，还要麻烦你们特地来看我妈。不客气。请进来。妈，Sunny 他们来看你了。超，我们听说你不舒服，所以来看你。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流鼻涕，咳嗽，喉咙有点痒。Madam 超，我现在帮你做检查。38.5。Madam 超，我现在扶你起来，来，慢慢来。我听一下你的肺，深呼吸，深呼吸。来，慢慢来。Bilateral crepitations， 我建议让 Madam 超入院检查比较安全。我不要去医院。Madam 超啊，你要听话，还是要去医院做个检查比较妥当。你也想要早点康复对吧？那好吧。我去打电话叫车。Madam 超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2、3天前吧。那 Mr. Fong 呢？也是那个时候。那你们有没有一起出席什么活动，还是节目之类的？上个星期天，西西有个聚会，我和我妈还有安哥峰都有去。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人生病啊？有卖杂菜饭的安哥坦。我早上遇到安哥坦，他好像也是很不舒服，一直咳嗽。他上个星期已经开始咳了，现在还在咳吗？听说他回国之后就开始生病了，还出席西西的活动，根本没有休息到。Sister Sarah。Sister Wong。Mr. Fong 入院了，我们想多了解他的情况。Mr. Fong， 他是昨天因为感冒引发气管炎，所以入院的。怎么了？试验和耀阳通知我们 ，Mr. Fong、Madam Chow 和 Madam Chow 的女儿在一次西西的活动中跟 Mr. Tan 接触过，先后病倒。Mr. Tan 本身也有感冒症状。我们的病房有3个病人患上感冒引发的呼吸道疾病。他们好像跟 Mr. Tan 一样，是在同个小贩中心工作的。这么多病例都跟 Mr. Tan 有关，他可能是流感病毒传播的源头。试验跟Sunny进去找他，进一步了解他的情况，
也劝他尽快到医院来接受治疗。那我们需要马上通知传染病控制中心有关这个传染病例，还有 Mr. Tan 可能是 index patient 的事，在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就要马上进行隔离。好的，我来通知。谢谢 Sarah。Mr. 风突然发高烧，还有呼吸困难。还有4号病房的 Mr. Yo 突然发高烧，不停的咳嗽，还有流鼻涕啊。他是因为跌倒入院的，怎么会出现感冒症状？我你们去看看。会不会是 Mr. 风已经把感冒病毒传染给其他病人了？ Mr. 风昨天才入院，现在病房已经有病人被感染。我担心这可能不是普通的流感病毒。那我快点通知司燕跟闪妮，叫他们提高警惕。好，知道了。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会马上通知你。OK，take care。Mr. 汪说什么？他说 C11 病房除了 Mr. 风之外，还有3起流感病例。这些病人跟安格丹都在同一个小房中心工作。还有 ，Mr. 风可能已经把感冒病毒传染给病房里其他的病人了。看来这次的病毒传染性很高，我们得想办法阻止它扩散了。安格丹，你咳嗽咳得这么厉害，怎么要到处走啊？档口的病毒坏了，我得过去看看。还是先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好吧。不用了。安格丹，听说你出国回来之后就开始生病了。对啊。可以告诉我你去过什么地方吗？我跟朋友去了东南亚的几个农场参观，我们想做肉类进口生意，可能是水土不服，回来就生病了。那你的家人有没有不舒服呢？我就一个人住，你问这么多干嘛？我没空，我要走了。安格丹，是这样的，几个跟你接触过的人都生病了，我们担心这种病毒可能会传染。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希望你到医院做个检查。还有感冒罢了，有这么严重吗？安格丹，这是一个传染性很高的流感病毒，如果不好好照顾，会引发很严重的并发症的，不可以随便。不要，我最讨厌去医院了。安格丹，你配合一下好不好？不要，我跟你讲不要了。安格丹，这病毒传给很多人不好的，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好不好？不要烦我啦，我没有空啊。这很快的检查，不会很久的。不要。喂，你看起来有点累，要不要先回去医院啊？不用了，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 Mr. Dan 去医院检查。现在最重要的呢，是要看跟他一起去过的朋友有没有生病。可是……好啦，分头行事比较快吧。我走这边，你去那边。好了，楼下汇合。小心点啊。Hello，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孙先生吗？是啊，什么事？你是不是跟陈木斋先生出国后回来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是啊，我跟他们一起出国，回来之后有点咳嗽，没什么大不了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有很多跟陈木斋先生接触过的人都生病了。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去医院做个检查吧。拜托你了，这很重要。好的，好，谢谢你。喂，你没事吧？要不要休息一下？不用，最后一位是对面坐的林先生，走吧。喂，你不要只顾着别人，搞到自己生病啊！我真的没事。没事吧？眼睛纯白的，先回家休息吧。不用，我没事。真的吗？你们为什么没跟 Mr. Dan 一起回来医院？哦，因为我们去找跟他一起出国那3位朋友，他们刚好都有感冒症状，不过幸好他们都愿意入院检查。我们已经通知了传染病控制中心，为了避免病毒传播，所有跟 Mr. Dan 接触过的病人都会送到 C11 病房接受治疗。在还没确定是什么病毒之前，你们不应该私自去追踪与病患接触过的人。跟他提过了，不过他说不管什么病毒，要先阻止它散播。你就是这个样子，觉得对的事情就勇往直前，等一等都不行吗？没有想这么多嘛。
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传染性很高的病毒。Mr. Tan 已经被送到 C11的单人隔离病房，他们抽了 Mr. Tan 和其他病人的血液进行检查。你没事吧？你脸色看起来很差。跟你说过了吧，很嘴硬。我没事啊。实验，怎么了？我去找医生。实验。我是和实验一起接触到病患的，我完全没事。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流感病毒的发病率本来就是因人而异。思燕小时候得过血癌，医生不排除她的免疫力比一般人来得弱，所以被病毒感染之后，发病的速度比常人来得快。Sister Wong，哦，你们来了。思燕怎么会突然间晕倒的？她早上出门还好好的。思燕得什么病？医生也没有说她到底什么时候会醒过来。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是哪一种流感病毒，医生只能依据她的症状下药。至于她什么时候会醒来，暂时我们还无法确定。可以进去看看她吗？对不起，不好意思，现在思燕被隔离，你们要先回去。Sister Wong，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你一定要救救她。放心好了，我们会尽全力的。不好意思，我需要你们马上离开。C11病房已经有很多个病人证实感染流感病毒，作为防范措施，这个病房将定为隔离病房，除了相关的医疗人员，其他人都不能进入。Sister Wong，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来看我女儿啊？要等流感疫情结束后，医院会通知你的。你们放心吧。姐，阿姨，你们要小心啊！放心，我会照顾思燕的。先走了。你也要小心啊！你要小心。让爱重新绽放，给生命新的能量，走在未来道路上。我知道大家心里多多少少有一点恐惧，
不过这个时候，病人很需要我们的帮助，大家一起加油。Yes, Sarah。你是什么时候受到感染的？丽莲姐应该是前天照顾Mr. Fong的时候就被感染了。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啊？你真的不适合当睡美人了，快点醒过来吧。若君，阿木，真的是你吗？